对，请看。喂，范范，干嘛呢？出去打排球吧，这太无聊了。您几点来都行，11、2点都没关系。我们这边没问题，您啥时候过来都行，就得等到您过来为止，您看行吗？我们又看到了一种痛苦的表达，每个人对共同承担的理解也不一样，咱们听听他们的理解是什么。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丸27岁，来自江西，客户经理；女主人公小智27岁，来自湖北，美容师。来，有请两位。依然还是手上的那只密码箱，还是彼此并不知道的一个秘密。两位愿意公开吗？我愿意。我愿意。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女生？我就是忍受不了一个无法给我将来的男人天天玩游戏。觉得这个人不能嘱托是吧？对，因为他天天就是打游戏，除了游戏就是游戏。OK， 你们俩相爱多久？在一起5年多了。那这5、6年他一直是这样吗？不。刚认识他的时候，因为为什么会喜欢上他，就是因为觉得他挺有上进心的，工作也是比较积极的那种。但是就在2、3年前吧，就迷恋上了游戏，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可是我看他的资料上面写的他是客户经理啊。那能叫客户经理吗？他就是之前离职了之后，就是找了一份保险的工作。天天就是让我去买保险。你如果说觉得想去把这份工作做好，那么你就去发掘你自己身边的客户群，不要总从我这儿入手。然后呢，保险得找人听课，就让我去听。我天天都忙死了，我哪有时间去陪你听课？我不愿意去听，就让我找我的小姐妹去。我小姐妹后来看着我都要那不是的，我刚换了工作，然后刚起步，也想得到你的支持嘛。你在这个工作之前是做什么的？做珠宝管理的。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不做了？为什么不做？主持人，我告诉你，因为他之前那份工作挺有发展前途，而且他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就是因为他打游戏，导致了他2次降职，后来就辞职不干了。哪有你说的那样子呀？专心在家打游戏。当时工作压力比较大，那时候是做珠宝，货品都是非常贵重的，每天也是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和压力。玩些游戏的话，就缓解一下自己这样子。你那不叫缓解，每天玩到凌晨3、4点，然后早上7、8点就精神恍惚的去上班，然后就把那个珠宝的保险柜的钥匙给落在那个柜台上了，这就是相当严重的失职。那是。因为他形象还不错嘛，当时在公司是最好的一个店，后来就因为这个失职，就把他调到一个郊区的一个很次的店去了。调过去了之后，他还是不思悔改，天天玩游戏，玩到什么程度？上班的时候用公司的电脑，后来就被公司的监控录像给拍到了。拍到了之后，然后就要把他调回总部广州那边去重新学习。那又调回去，那我肯定就不让他去嘛。然后后来，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当时离职还不是说为了你吗？你让我离职的吗？对，为什么呢？我让他离职，那是因为他培训回来之后不一定就是在天津了，那么他有可能到什么广西啊、什么贵州啊都有。可是你的资料上面说你是湖北的。对。那你们不是也等于是客居天津吗？无所谓啊。我们在天津已经待了3年了，基本上我的事业的重心全部都在天津了，我以后可能也会就是在天津定居了。你准备在天津扎根发展事业了？对，因为那时候我刚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我们是在沈阳认识的。那时候喜欢他呀，只要能跟他在一块，什么都无所谓。当时谁会主动一些在恋爱关系中？我。你追他？对。可以啊。他是一个挺内向的人，什么事情都比较被动，我比较主动的那种。最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父母是特别的反对我们，他整个家族举双手双脚反对我们在一起。为啥呀？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工作啊，我特别的胖，那时候150多斤。然后为了他我减肥，我瘦了50斤。那时候他父母嫌弃我没有工作，没关系，只要你告诉我能有发展，不管你叫我去做什么都行。然后我就去到了浙江温州，跟我一个小姐妹做那个小商品批发，后来就是做的也算运气不错啊，还挺顺利的。然后他父母后来也就接受我们在一起了。爱情真伟大呀！你真150啊？对，那时候154。
你那会儿看上他了？跟他在一起的话，不是说在于他的外表这个，只是说我觉得他这个人心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当时你说你给我付出了很多，但我当时也是啊。你想一下，我家里的压力那么大，不同意跟你在一起，我也是承受很大压力跟你在一起的。然后当时你说你去温州做生意，然后我也是把我的积蓄给你去做生意，对吧？那都是以前的你现在已经都变了，你知道吗？我怎么变了呀？是你自己变了，你自己变了。行，没事。我变了，你总说我变，他总说我看上别人了，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儿。那你不是看上别人，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在天津来了之后。我天天那么关心你，然后一直是照顾着家里，每天的你的衣食起居都是我给你照顾着。现在你更多的时间就是在家里玩玩游戏，照顾照顾他，是这意思吧？大部分是吧？我要的不是这样子的感情。如果说他每天给我洗衣服、做饭这些的，我请个保姆一样都可以做得到。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保姆跟我一样吗？能用心的去照顾你吗？保姆也就是说，能天天给你扫下地、做下饭而已，能用心的去关心你吗？爱护你吗？但是这不是一个大老爷们该做的事情。大老爷们该做什么呀？你就应该到外面去有自己的事业。你现在的话事业比较好一点，我现在的话有空余时间可以照顾家庭，不是更好吗？我再问问哈，从外貌上来说，我看你们俩都挺优秀的，追你的女生有吗？太多了。那你挺辛苦的。我何止辛苦，就拿以前他出轨的事情来说，真的，就是我跟你讲，已经跟你承认过错误了嘛，也跟你解释了呀。现在诱惑是挺多的啊，你出轨也说明我不够优秀，拴不住你，这不怪你，总行了吧？但是你出完轨之后，你知道吗，主持人，他出完轨之后还得要我来帮他善后。你让他自己说说看吧。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的话，我是做珠宝管理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话有应届毕业生，然后过来应聘的，那个女孩子年龄也比较小，工作经验也不符合公司的要求，我就是没有答应，因为确实条件不合适。之后呢，她经常打电话给我，就是想取一下经吧，这意思。后面的话就是说已经找到工作了，然后就是想感谢我，定好了地点，然后要我跟她见面。我觉得女孩子也挺真诚的，也没什么，就跟她见面了。然后当时因为聊的工作也挺开心。然后就多喝了几杯酒，然后就，他就借此机会就威胁我说破坏我们的感情，然后就想跟我交往。我说我当时确实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跟小芝感情非常稳定，之后我就没有跟他联系了，然后就把他电话拉黑了。后来呢？这是2012年的事情。那时候我在家里就是考驾照，这有一天在练车的时候，就一个陌生的电话就打给我了，就是这女孩，她跟我说我是小文的女朋友，我们俩一起已经好半年了。我当时就懵了，你知道吗？我那么相信她，就是想破坏我们的感情的。然后呢，我当天就订了晚上的机票，我就回到天津来了。半夜2、3点的时候呢，我就偷摸回去。他睡着了嘛，我就把他的银行卡偷出来了。偷出来之后，然后就把他银行卡里所有的钱用网银全部都转到了我的卡里。是那可不是，那我人没了，我钱还能没了吗？一转嘛，他就有那个短信，有短信就把他给吵醒了。吵醒了之后，他就说，说我怎么这样？当时都那么累了，我说先不跟你吵，有什么事睡醒了再说。睡醒了之后呢，然后第2天那个女孩居然还跟我打电话约我出来见面，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这女孩就跟我说，我一定要跟小文在一起，如果我不能跟他在一起，我就去死，我立马就去跳海河。我还劝那女孩，我说你千万不能去死呀！我说你为了一个男人，你连你自己父母都不要了，你这样做你是不对的，你知道吗？然后这女孩她就说，你相信吗？小文对我是有感情的。如果我们2个人站在小文的面前让我选择，我相信小文会选我的。然后我当时就直接跟他说，我说你不用去选了，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小文绝对不可能选择你。对，因为我把他钱都打我卡里了。然后他硬是不信，他说不行，我一定得去让他选。我说行，既然你要自取其辱啊，那我就成全你。然后我就带着女孩去小文的单位找到她了。找到之后，小文一看到这女孩呢，就说你来干嘛？我看着你就想吐，你赶紧走吧你。然后说完了，掉头就走了。走了之后，这女孩又站在那哭，又说要去撞车。哎，我又得劝她，我说你千万不要去撞车。后来那女孩呢？就没办法嘛，我就说你赶紧给你一个朋友打电话，叫他过来把你接走。我看到这女孩走了，我就放心了嘛。然后小文就跟我打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了。你们俩这没有，当时的话是因为。确实我不知道他会跟他联系，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句话啊，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呐。哎呀，这姑娘你也算是奇葩是吧？因为我当时心想，这女的要死了赖着我怎么办呀？我就当时是一种，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好，行了，听明白了。对。这反正就后来就老实了吧？没有，
然后后来是怎么着？你都这么治他，他还不老实啊？然后后来他是老实了一点，但是老实在不同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又过了快1年时间吧，他说我有一个女店长跟我表白了，这个事情也算是你提前告诉我了，在还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告诉我，那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了，因为小文，你小妈对你真好，这完全是小妈，这哪是女朋友啊？你不吃醋啊？你不嫉妒啊？我也不嫉妒，因为我在乎他，我怕他会觉得我们感情不好，说这样，我肯定是。是他告诉我了这些，是这个我可以原谅你，但是有一次就是我们一个朋友结婚，他喝了2杯酒，然后回来的路上我开车的时候啊，突然来了一句：“小芝，你知道吗？如果说我没有跟你在一起，而是跟这个女同事在一起，我现在一定会比现在过得幸福，你相信吗？”这不是酒话吗？他说人家多么的贤惠，多么的会顾家，就说我不好。你这不是酒后吐真言，你知道吗？这什么呀？这不是酒喝了多，朋友之间喝了多点酒，然后说了一些逢场作戏的话吗？但是你知道吗，主持人，其实我到今天我还没想通一个问题，到现在我都没想通。当时就是他第一次出轨那女孩，她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我，到底是因为我把她的钱转走了，她选择了我，还是因为她真的爱我？你怎么能那么想我呢？我的银行卡密码你都知道，你随时可以取走，对吧？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感情，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行吧，男孩挺优秀的，我觉得你也算优秀的女人了。他没人追吗？有啊，他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看上别人了。他也跟我说过，说那个以前认识的男的，然后现在有追求他。我那时候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我已经单方面跟他说了很清楚，我们已经分手了。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跟谁？跟那个男孩子？我跟他说，我跟小文说，我已经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我跟他分手了。不是你们俩都分手，你们俩今儿来折腾我们干嘛呀？我妈不让我分，我妈说了，如果我俩要是分手的话，就给我断绝母女关系。那你们俩现在什么状态？就是 AA 制生活。哎，我想问一下，你妈知道他出轨吗？知道。你还容忍，还要你嫁给他？不相信。绝对不可能。哦，你妈不相信。认为我是为了跟他分手编造出来的一个谎言。明白了。等于那你们俩现在怎么生活呢？就是同住一屋檐下，他住他的，我住我的。那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我现在没有，确实像他说的，是有个男孩在追求我。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实际对那个男生也有点动心了，是吧？没有，其实没有，但是他总说有。你心里面到底喜欢谁啊？你能跟我们说说吗？我最喜欢我自己。第二呢？这个倒是知道。当你听到了他在外面那个什么之后，你回来把他的钱往你卡里一打，这事儿我就知道了。所以我让你排的是我第2名。没有第2。啊，那我知道了。就是现在这个追求我的男孩子吧，我说实话，就是说，你看，就拿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来对比，跟他在一块的时候啊，如果有朋友过生日聚会，正常的我去不行，带他去也不行。好不容易说服他了，我自己去吧。你们那些女朋友聚会， 10分钟就肯定是不好电话过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怎么还不回来？跟谁在一起？你在干什么呢？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男孩子的话，他就会盯着我啊，你早去早回。如果说有点晚的话，打电话给我，我立马去接你。哦。我们在一起5年多了，从来没有一起出去旅过游。有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没时间；没工作的时候就不想去。那你跟那个男生去旅过了？没有。然后后来我说，既然你不愿意陪我去，那你没时间陪我去，我也理解。那我自己和自己的好姐妹一起去，总可以吧？又甩脸子，就拿上个月去韩国那件事情也是的，又不让我去。又不让我去的话，那男孩就不一样，人家直接就把信用卡给我了，你到那边喜欢买什么就自己买。那男孩把信用卡都给你了？对，并不是说他把这个信用卡给我了，我就感动了，我其实到最后我不也动也没动他的卡嘛，因为我跟他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我凭什么花人家的钱？对，我不可能去要他这，只是说这种做法让我觉得心里面挺舒服的。人家就给张破信用卡，你就感动那样子，那我平时那么多年对你的好，你怎么不说呢？我觉得你对我的好就是什么？就是以对我好的名义束缚我的自由，就不让我出去，天天坐在家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女生。我大胆的猜一句，那个男生一定没他帅，是，而且很没他帅。那也不至于。等于你现在是希望先从他这儿恢复到一个单身的状态，再重新开始选择自己的生活，是这意思吧？对，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分开了也是为了他好，因为他现在太依赖我了。明白。真的，他离开我，我觉得他活不了了。你离开他，你能活吗？你先告诉我。啊，能很好的活吗？我觉得有他活得更好。啊，行，明白了。我再问你最后一个。就如果他改了，积极上进，不玩游戏了，你还要他吗？要。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啊，这就好像说一个妈妈带了一个13、14岁的儿子，然后说老师们，我的儿子有网瘾了，你们快救救他吧。所以他们这个爱情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有点看不懂了。
就想听听老师们是怎么看的。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嘉宾，你一直在任意的去挥霍他对你的包容，对你像妈妈这样的照顾。如果当他哪一天真的说 say goodbye， 来了，现在的局面来了，有一个男生现在在追求她了，所以你现在才死咬着不放，说我不分手。所以我希望男嘉宾啊，如果你是想要挽回这个东西的话，是先要做一些你自己的改变，包括像女孩对你的一些要求，好吧？且行且珍惜。男嘉宾，我能感觉到可能是关爱呀，或者是对你的呵护啊，会让你觉得离不开他。那你如何让女性离不开你？你没有给她更多的这种安全感。女人一定是想找一棵大树、一个港湾去依靠的。我也想对女嘉宾说，你现在想跟他分手，你要想想你对他是不是还有一些情存在。如果你觉得跟他分开还是有点难过，你只是想靠一个分手去激励他，去更上进，那这个有一些风险的存在。你现在碰到的那个男人对你很好，然后他有很好的这种跟你交往的方式，只能说明2个原因。一个有可能他确实是一个活得很睿智的男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感情方面有很好的技巧，他有可能把信用卡给你，也有可能有一天他会给另外一个他喜欢的女孩，这个你要去分析。所以对于你们俩来讲，一定要想一想我如何改变才能让2个人的感情维系得更加紧密。男生如果你不改变的话，也许今天女孩原谅了你，但是我相信未来有可能有一天会分开的，那个时候你们俩的伤害会更加的重。所以2个人一定要改变自己，你也要想一想，如果你真的还念及这份情，你只是想通过分手去激励他，我觉得这个手段是不可取的。其实他们2个人呢，想得最清楚的是女孩，她知道这个男孩对她的好很单纯。这个男孩在他最难看的时候，身体154斤呐，接受了他。现在那个男士虽然又给你信用卡，又不限制你的自由，其实你心里知道，他可能看重的更多的是你的美貌。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在于2个人都在变，2个人在一起了，但是步伐不一致了。女孩越来越强，你现在最关键是要加紧步伐，赶上她的进度。原先你的事业是比她强的，但是跟她在一起之后，你觉得哎，这个女孩越来越强，反而你在爱情方面你是依靠于她了。你觉得我只需把后院打扫好了，你的职责就尽到了。但是恰恰这块并不是这个女孩所期望看到的。所以说把自己变强吧，脱离对她的依靠，让她还像当初那样追你那样跟你离不开，那才真正能实现你们俩永久的在一起。我们俩是老乡啊，都是江西的。一个女人为了你减肥，为了你远走他乡，甚至容忍你的背叛，还帮你擦屁股，还要资助你的事业，甚至承担整个家庭的责任，甚至他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心里还是放不下的，他是实在没有什么再可以为你做的，所以才找上了我们4位。所以说你摸着良心说一说，你还有点上进心吗？还有点羞耻心吗？自己好好想想。至于女生，我也有很大的疑问，你怎么可以这么冷静？怎么可以每一次在说到自己的男朋友出轨又或者是不上进的时候，你怎么可以那么冷静？说把他的卡里的钱转我卡上来，好像这一切尽在你预料之中。后来我想清楚了，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冷静？那是因为你觉得他完全是可控的，对，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这种自信是慢慢建立起来的。第一，我们患过难，在我最丑的时候你选择了我，我在你心中必定有位置。第二，在小三面前你是那么的嗤之以鼻而选择了我，所以总结起来，我就是认为我真的相信了男人也可以像女人一样当做金丝雀用来养的。但是我不想他这样。但是你会一直养下去，一定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说，我几乎可以断定那个男生一定没他帅。所以说赵川呐，长得好是真的好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女生啊，找的老公非常帅，但不上进不成熟，就是哪都不好，但他就有2个优点：第一长得帅，第二老实。
但女人就愿意养着他。虽然女人天天都在说这个男人有多么不着调，这个男人有多么不如别的男人能干，这个男人有多幼稚，但她依然会养着他，宁愿自己累这一辈子。为什么？我只要看见他那张脸，所有的乌云都散了。那他也不至于这样，因为以前那时候刚喜欢上他的时候，他的工作还是确实是。他以前确实不这样，但以后我告诉你，以后他可能会比今天好一点，但不可能像你所说的那样会有大事业。我还可以断定，如果你跟他结婚，在将来的几十年当中，你还得操心操累，操一辈子，你信不信？但没有办法，世界是公平的，你消费了美貌，你就要头上长出白发。不过如果要说有一点担心，我还有一点担心，就是因为我所看到的那些例子，一般来说女生都比男生长得差蛮多，而你跟他几乎旗鼓相当，所以如果一旦出现一个像徐总这样又长得帅人又好，那就不一定了。脸真的可以当饭吃，我承认，但这个饭吃的好不好，要不要受罪，能不能长期吃下去，还得靠核心竞争力。人的意志可以糙一点，脸可以长得细腻一点，好不好？别脸也细腻，心里也细皮嫩肉，那就太不像个男人。就这样。我真觉得没有谁规定了，只有这个女人是弱势的，有时候男人也可以弱势，因为有一些女人天生她长了一颗男人的心脏，她有男人的思维，她有男人的闯劲儿；有一些男人他天生他就长了一颗女人的心脏，他就像女人一样的柔弱。真是，我们做心理测试，他是女的，我是男的。是这样，真的。一个女人有这样的性格特别好，姑娘，这个世界上没有分不掉的手，只有想不想分。你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时间久了，拔颗牙难不难受？难受。第二天还痛吗？就是个适应。所以有的时候别那么较劲。我希望你能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奋进，因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还需要一个社会属性去奋进它。姑娘，你继续保持你的强势吧。我希望下面你1分钟你能给人家干巴利索脆的一个快刀斩乱麻，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今天来到这里了，我也是想当着大家的面承认我以前可能对你的一些关心和方法不对，我希望我肯定是会努力去改变的。我也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希望我们还是能一起走下去。你看你就是这样子，多说一点好听的话都不会。相信我吧，会一直爱着你的。请亮灯，两位交换箱子吧。他会回来，你放心，走，不回来没事儿，生活里也走不掉。哎呦，来，请关门，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觉得他们在一起的可能性大，就按赞成；觉得分开的可能性大，就选择反对。来，各位，请选择。现场82.35%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在一起的概率是很大的啊，看看他们自己吧。5、4、3、2、1，请开门。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我肯定会改变我自己的。我也知道，作为一个男人，肯定要负起家庭的责任的。以后我会给你未来的，相信我吧。所以我说你是个妈妈。哎呀，不管今天能不能在一起，我已经托朋友给你找了份工作，我会把电话给你，自己去联系，这样即使我不和你在一起了，你也能过得好。所以这就是他离不开他的原因嘛。哎，你看的时候心里是不是特暖？是。一下眼泪都想流下来了吧？我都想哭啊。男生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家里已经给咱俩买好了房子。如果一定要分手，我愿意等你3年。到时候如果觉得别人都没我好，你就回来，我还要你。”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哇！
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当男嘉宾把这个礼盒送给女嘉宾的时候，希望你在心里对她说：“哎呦，有你才完美。”同时，你们将获得由婚纱摄影领导品牌聚焦摄影提供的价值10000元的婚纱摄影套一张。智生活想人生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3980元的地宝680一台。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吧。小芝，我们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希望我们以后的话能会很好的在一起，我肯定会努力的，肯定会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你嫁给我吧。起来了，我答应你。谢谢大家。哎，我这儿没什么事儿，礼物没拿走，唉，简单点，好好爱哈。哎，对了，没跟那个男生说，我现在不是单身了。哦，那个男孩呀，我们一直还是朋友。啊。你这么好的条件，肯定能找到比我条件好太多的女孩，这是肯定的。啊。咱们还是兄弟，还是哥们儿。回吧，祝你们幸福啊！来，谢谢大家。你看那个好4号的，你看，我们这舞台上第一个看见女嘉宾亲男嘉宾亲那么响。所以我觉得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爱情也是多元化的。大家多看这个节目，多听他们的这个点评，你们会学到太多的东西。